所以回过头来，我要去讲的是说，为什么张敦涵的案件要赶快草草的结案？我也是看得到彭批的律师也提出来一些疑点，因为你案情开得越久，我看的证物越多，我就发现里面越多事情不对劲。比如说学位证明居然是一个3无的证明，我这边就拿给彭批看一下，正常的文件，这个是中天的信封嘛？大家打过来给我看一下这个中天的信封。好，上面有一个中天的 logo， 大家也看到。然后平常这个信封是很好拿得到的哦。你看，就这样打开来，那这个就算是官方的文件吗？这当然不是，真正的官方的文件，这边我是简单示意一下啦。这有时候可能还要再更正式一点，你至少要盖一个中天的章嘛，然后密封起来。然后你看，盖一个中天的章，密封起来，就证明说，哎，这个的确是中天出去的东西。结果我想问一下彭批。律师在勘验证物的时候，发现所谓蔡英文申请补发的所谓的学位证明，一个牛皮纸袋装的，就跟我刚刚拿的所谓的中天信封一样，完全没有粘，没有开，也没有所谓的盖章啊，也没有什么密封的程序啊。这个各位可能在台湾会觉得啊，青菜啦，不要紧啊，这些说嘎啦话的喝啊，在国外啊，这种严谨的学府啊，他们写信，一般人写信啊。如果我今天是以台大教授身份写信，我绝对不会拿一张空白纸写，我一定会写所谓的 letterhead， 就是说我一定会拿台大的新闻研究所的信封，跟台大新闻研究所的信纸。这件事情对老美来讲很重要啊，他通常会要求你要有这个机构的信封信纸，特别是我们在写学生推荐信的时候，学术界是这样看待所谓的身份的表示。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方拿出这2015，这是张敦涵万国法律事务所所有证物中唯一一个他们答应法官愿意拿出来的。哎，你说这被告嚣不嚣张啊？如果以刘成武跟姚念慈的这种手法，早就当场扣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还去跟法官讲，从卓玉选法官这个庭，他就说这些证物我都不提供。然后我唯一最后被逼到墙角，他说哇好可以，我唯一要提供的就是2015年的补发毕业证书，而且他还补一句哦，他说要当庭勘验，意思就是说我不是附上来给你当证物，我现场拿给你看，看完以后我要拿走，要收回去。对，有这么嚣张的被告，在法庭上说哦，证据的提供按照我的格式，按照我的方法给你看一下，不要乱摸哦，有这么嚣张的被告，法官也就没事啊。好，那。他现场勘验的时候，被张晋律师、李正华律师眼尖一看，你有2个问题。第一个，你随便弄个信封也没有密封，啊，没有封，上面也没有封条，也没有这个签名。你知道老美啊，这西方人怎么封这个文件？背后要签一个名，在那个封的地方签一个名。然后这个，当年你想想看，我们来设想一个情境，假设今天这个信。2015年，就是如阿扁讲的，找前这个资策会的副执行长，也是英国的博士，英国通黄国俊去帮你瞧来的。各位想想看，如果这个东西不是蔡英文本人领的，那瞧来的东西一定会帮他在外面封好签个名，免得万一黄国俊拿了以后把它另外塞了随便塞2张卫生纸怎么办？所以这是做人做事的基本条件啦。好，今天如果我托徐府拿一个东西给这个某某人，对，当然我知道徐府高风亮节，这个绝对不会帮我抽换东西，但是我是不是为了慎重起见，假设这是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一定会封好，对不对？免得搞掉了，当然哪天不想搞掉，是我搞掉还是徐府搞掉，这个可能问题就大了。那在学术界你要认证的话，还要再签个名在那个密封的地方。所以这些很细微的东西叫做为证物，一般正常人是不会漏掉的。而且很明白的知道，这张2015绝对不是蔡英文自己本身去拿的嘛。因为2015年补发的这张证书，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是蔡英文本人去申请的。对。好，另外我们要讲的是说，就算你本人去申请，你也有一个补发申请表，才能证明你不是淘宝买的。补发申请表呢，我们要他也不给。对不对？那这个就证明了一件很明白的事情啊，就假的嘛。所以
这个唯一拿出来的证物都已经失效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法官为什么对于勘验证物这么不感兴趣。草草的就要准备审理庭就要结束，这我也不懂。对，我在网络上啊，当然有看到底下有一些也是我不晓得是带风向的网军或什么，他就说证书都拿给你看了，你在纠结那个牛皮纸袋，说不定牛皮纸袋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啊，就是说他可能不是当初寄来的那一封牛皮纸袋。不过我看张晋律师有讲说，包括了真正的伦敦大学的博士证书，还有好多的表象啊，有表征啦，包括了是有校徽、有浮水印、有钢印。还有背后有6码的编码，还有院长跟校长的双签名。结果说这个证据上面也没有双签名啊。对他的这一封2015年补发的证书，第一个，其实我如果在场的话，我根本不想勘验，因为你的补发就已经不合规定了，你不可能可以第2次补发，所以那这就不用再讲了。你看1984年、2011年又来2015年，你根本不可能有2015年的补发，所以要是我在现场的话，我根本看都懒得看，对吧？我先问你，那你2011年拿来给我看看，对，那你2011年有没有补发？没有，有，那没有，那这张是什么？啊，有，好啦，你2011年有补发，那你2015年就不可能了，这样就好啦。我根本不跟你走入这张信封到底性质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过也无所谓啦，因为更多的这种说谎就会在更多的证据中浮现，这也是另外一种诉讼策略。对，就是让大家慢慢看起来，像我这边分享的，其实这个还不是国外的，这是台湾随便就是有人要申请可能去国外留学，他只是要申请他在国内的学历证明，他都知道，都要去教务处，然后他们都要密封起来寄到国外去。那国外寄回来的时候，他也说都会有密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刚才讲到说，这很多事情都不合常理。那包括了张敦涵，我记得这个官司里面，他讲到了一件事情，他自己写新闻稿，他说不用给总统过目，就是他写别人论文的事情，然后他自己反正没经历过这段事情，反正他就凭空想象写一写就发出去了。这个是在筑什么防火墙吗？还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彭碧好像也有隐隐知道，对不对？这就是2年前开庭的时候。卓玉璇法官听到以后觉得不可思议，现场那时候因为还没有 COVID-19 没有那么严重，现场大概有近100位旁听的50-60位旁听民众，现场发出一片的笑声，因为张敦涵的答辩是说，我们法官问他说，你这一封新闻稿还有哪些人看过？他说没有，这我一个人写的。啊，法官就说，那你写完就发布了？他说对，这我一个人写的。那蔡英文有没有看过？没有。我这边来补充一个资料，所以说。这个后来当庭，他们其实加告了这一位，当时可能律师讲的是说发言人是主任，但张敦涵还讲说，我们发言人是没有主任，其实这个就是玩文字游戏啊，他这个是当时的公共事务室的主任，也就是所谓大家讲发言人室的主任，叫做张文兰，现在已经转到总统府当参议了。不过在2019年的时候，他的确就算是张敦涵的顶头上司，然后呢？为什么会加告？我看到律师主张就是说，这个新闻稿一定是层层的签合，不管总统过目啊，然后你的主管有这个认证之后，你才会把这个新闻发布出去。这也是我们一般人觉得该按逻辑的尝试。所以说，现在加告这位张文兰，应该就是说希望你也到庭来，反正如果不加告的话，证人所有都不出庭嘛。那加告之后，你出庭讲个清楚这些来龙去脉。所以加告了所谓的张文兰的策略是什么？彭碧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基本上，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论文门的官司包括政府官员在内，我们可以告的人，我们数过了哈，35位，到目前为止，35位政府官员会被我们加告。那我们其实并不想为难一些政府的基层人员，但是我们做这一次其实是帮台湾的政治做一次除垢的动作。很简单，你们这一些承办人员，这些做伪证的人，如果你们明明知道这个证据不是是被改过的，你们就不应该盖章，不应该沿路的这样盖上章，包括了国图的图书馆怎么馆藏的，包括教育部所说的一些事情，教育部的公文怎么呈上来的，那个2049年封到2049年12月31号是怎么封的，包括
这篇新闻稿到底谁核实过？核实过的人，你们这样子公然的诽谤别人，你们难道不需要负法律责任吗？我们每个都会告。那告张文兰的这一件事情有他一点点的法律策略，就是因为我们开庭，我们发现这个法官李小芬，他准备程序不进行了，他直接就要跳到审理。所以，我的律师写信一直去跟他讲说，没有啊，你准备程序还没有做完。准备程序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原告、被告或告诉人、被告之间，你们两个要先把哪些证人、哪些证物是有效的，双方都没有不争执的，先列出来，然后双方都不争执的证据、证人、证物排顺序，哪些人，然后排个时间表，什么时候开庭，然后把这些事情弄完，这叫做准备程序。准备程序都没有做，你要直接进入审理，表示什么？表示法官认为证据不重要了，他心证已经形成了，他要直接速判决。那当然，对于张敬、李正华律师这两个加起来已经超过60、70年的法律经验的，这个鼻子一闻就知道，嗅到这个氛围，认为这个法官的心证应该就是要倾向判张敦涵无罪，所以他就不用调查证据了。如果需要调查证据，或者还不确定张敦涵有没有罪，那他就需要证据，因为他需要证据来证明张敦涵无罪，或者证明张敦涵有罪。如果完全不需要证据，不太可能是判张敦涵有罪，因为他这样他判决是写不下去。你没有办法不用证据证明一个人有罪。像姚念慈这种人，他顶多是翻桌子不干了，对不对？就是退庭，他还不敢说不调查证据直接判我有罪。像黄伟那样子，毕竟不多，所以看起来法官的自由心证是朝向要赶快让张敦涵脱身，以无罪判决确定。在这个一审的部分，所以呢，我的律师觉得不对，我再一再二再三的告诉法官说，准备程序还没做完，你就直接要给我跳审理庭，没办法。那好，那只好这样子，我们就加速我们的程序。原本总统府的这些人，我们是打算等1、2年、2、3年以后再陆续加告，因为我们不想让案子集中在一个时间，而且有些比较周边的人，我觉得那个慢慢再来，等我们来写历史的时候再慢慢加告。对，所以逼得我们不得不赶快加告，因为加了被告2个以后，他就会让这个还有包括我们加告张敦涵伪造文书，让这个案子变得比较复杂。如果是7年有期徒刑的案子，就会变成他可以打到3审，然后法官呢可以有3个受命，还有这个审判长，所以这是一个法律策略。但是万国法律事务所竟然站出来说我们在延宕法庭，让法庭这个一直延期。他说这个法官这个案子都已经进行2年了，这个对方就说我们不断的在延长法庭的诉讼，这对被告来讲不公平。这个万国法律事务所真的是律师脑袋进水，他忽略了这个案子2年的原因是什么？2年开了几次庭？2年一共开3次庭，2年开了3次。对，之所以延宕的原因是因为台北地方法院不断的换法官呐。我记得徐府我在你节目当中曾经讲过，我说我是那个总统级的待遇因为只有阿扁当年的这个案子是不断的换法官换到满意为止。这个案子也是卓玉璇法官好不容易被我们说服要调阅证据，就跑去育婴了。就换。而且你去看他写的那个他的状子，他很努力他状子弄到最后1秒钟突然决定要育婴，这怎么可能？他如果早要育婴，他早就这个案子一看，哇，这个案子我不要做了，我要去育婴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案子真的很棘手，是光我们弄的证据、证人、证物近100个，光张敬律师一次出状子出了144页，李正华律师也是，证据一放下去，动辄就是80页、100页，法官要把它看完，还要去把证据拿出来一个一个审视。我跟你讲，可以拿1.5个博士学位了。所以正常的法官看到这个案子一定每天祷告，这千万不要是我，千万不要让我办到这个案子。当然，如果是负责任的法官，我说徐府，如果你今天去念法律系，你今天去当法官，你一定会想说，这个案子我来办，对不对？我办这个案子，我能够替台湾的司法立下一个独立审判的先例，而且让大家尊敬司法官，
就是不管上级压力怎么样，我们还是应该就事论事。所以万国法律事务所竟然回过头来咬我们，说是我们在延宕这个整个法律的进行。如果你今天万国法律事务所能够赶快把证人证物拿出来，赶快把你们作证的蔡英文叫出来，亲口说清楚，这个案子怎么会弄到2年多呢？所以这答案很简单嘛，证据不敢拿，证人不敢传，你就一直想结案，还说我们拖延这个庭期，这不是莫名其妙吗？对，证据不敢拿，证人不敢传，所以总统级的证人，我看到大家也很关注。虽然其实彭批之前就讲了，也预告，但是律师正式提出来说要来申请传阿扁作证，其实就是有关于他讲说2015年他找那个已故的资策会的副执行长黄国俊到英国的这件事情，阿扁要出来作证吗？这我不知道，因为也有很多的评论在讲说，哦，阿扁很有可能出来哦，因为他对蔡英文的确在政治层面上来讲，他也对他有很多的，不管在施政啊，不管在过去个人恩怨上也有所不满，所以他有很强烈的动机会出来把他所知道的事情讲出来。彭批，这一件事情，阿扁出来的这件事情，几率有多高？已经有相关沟通过，或是说有可能他就会出来，而且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全部都讲得出来吗？好，我应该这样讲哦。如果第1号证人叫做蔡英文不传，其他证人都是白传的。如果蔡英文这个头号证人不传，其他证人都没有意义。因为今天我跟张敦涵争执的焦点在于蔡英文这个人，他的学位是真的是假的。那请问你用正常的逻辑判断，当然第1号证人就是蔡英文嘛。是，对。如果蔡英文来把它讲清楚，2、3、4、5号证人都不用来了，因为其他人毕竟都是路人甲、路人乙嘛。你当事人出来讲清楚，那你就知道张敦涵对还是彭文正对。所以这个案子的证人如果不传蔡英文，那就这整个案子就是假的。你李小芬你就准备遗臭万年，因为你办案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证人你竟然不传，那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道理。所以我们等着看嘛，你就知道这个案子是玩真的玩假的。那至于蔡英文传完之后才有2、3、4号证人的问题，我认为阿扁这个证人哦，阿扁总统这个证人排不上前10号了。我也觉得没必要动不动就打扰他了，因为你该传的人还很多呀。是那个在英国藏了半天的施呼隆啊，你在2019年10月8号发一个文说蔡英文有博士学位，你先来讲讲你是怎么知道的吧。李忠志啊，在美国的北美教授协会的，在台湾的那个王8000，那个嫌8000块房租贵的王定宇，你先来讲讲你怎么知道蔡英文的论文是那个证书是真的，你哪里来的？这个比较直接，毕竟阿扁的证据是传闻证据，不是亲眼看见的。因为阿扁的证据是黄国俊告诉他的，说黄国俊去帮蔡英文跟 Giddens 桥来的，这有点像说张三听到李四说王五跟他讲什么什么，有点这个味道。对，所以我说他排在证人的顺序，可能还排不出前10名。那个直接拿出蔡英文证书的王定宇，跟北美教授协会的前会长李忠志，你们可以排进前10名啊。所以按照证人，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间接证据。最重要的证人叫做蔡英文，你不出来，那你就是小孬孬一个，你就是一个毫无肩膀的长官，因为你的说谎，你让你的下属被告，那这个告包括伪造文书，包括了诽谤罪，至少7年以下跑不掉。你作为一个长官，你可以替你的属下洗刷清白的机会，你竟然一句话都不说，那你这个长官是什么意思呢？第二个，除了你以外，没有人更清楚你的博士学位跟你的博士证书的过程。除了你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你去公开事宜，其他人讲的话都不算数，包括我在内都不算数，应该要你自己出来讲。结果你躲着。那再请问李小芬法官，这么重要的证人你不传，你这个案子你要怎么判？你判看，这样子的案子你可以光天化日下不传证人就做判决，台湾司法史上
恐怕要留下好几页来写你这个遗臭万年的法官吧。如果你敢不传证人就来让这个案子结案的话，对我倒想看看你不传证人的理由是什么。对，我刚才听到这个彭批讲说，蔡总统身为张敦涵的上司，而且你又是整个论文门当中最关键的关键来龙去脉。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清白的啊，如果这个来龙去脉你可以讲得很清楚，其实你就出庭把它讲完了。这用你的角度来讲，就一拳就 KO 了嘛。就是我把事情讲清楚，你们要问什么，尽管问，我全部都经历过，我都知道。那问题是现在蔡总统出不出席，会不会出庭，会不会当证人这件事情，当然就是这个庭最后发展的关键。